欢迎回到牧师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今天呢，我们继续完成上一章没有完成的论述啊，也就是近代历史里，在中国社会为什么系统性论证或者说逻辑学也没有发展成型的原因。我们今天呢，先从民国开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打醒了，这不是被说服了，是被打醒的。大炮打开了国门，也打开了一些人的脑袋。这批人啊，开始意识到，这是我们整个的知识体系出了根本性的问题。于是晚清到民国这段时间出现了一批非常特别的人，他们做了一件事，试图把东西方的推理体系重新给接上。第一个人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严复。1900年前后，严复呢翻译了一批西方著作，其中有一本啊就是这个《明学》，他想通过这个命名告诉中国人，这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我们的祖先做过类似的事情，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做一次有意识性的文明接续。第二个人呢是胡适，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带回了杜威的实验主义。他在五四运动时期呢，大力的推广过一件事：科学方法、论证文化、独立思考。他说过一句话，很多人都知道，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呀？不要靠内心认定，不要靠口号，要靠论证，要靠证据，靠可以被检验的推理。五四那一代人，胡适、陈独秀、鲁迅，他们其实啊，真的想建立一套论证文化。他们真的发生过啊，而且呢，还差点成功了。那什么叫做差一点就成功呢？我们呢先看几件真实发生过事啊。第一件呢是新式学堂和大学的崛起。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也就是今天北京大学的前身。紧接着，清华、复旦、南开一所一所建起来了。这些学校里啊，逻辑学、哲学、科学方法，这些啊在当时啊还是热乎乎的学问啊，第一次成为了正式课程，不是背经典，不是注释古籍，而是教你怎么论证、怎么推理、怎么质疑。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第二件是报纸和公共论坛的爆发。民国初年，中国的报纸数量在10年之内增长了几十倍。新青年、申报、大公报这些报纸上知识分子在公开辩论，在互相质疑，在交锋观点。胡适和陈独秀可以在新青年上公开讨论文学应该怎么改革，鲁迅可以用笔名公开批评社会的病态，这是论证文化最需要的土壤。公开的可以被反驳的有来有往的辩论空间，这个空间啊在民国真实存在过。第三件呢是白话文运动了。胡适推动白话文不只是文学风格的改变，它背后有一个更深的逻辑，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公开讨论。大家记住这句话啊，让普通人也能参与公开讨论。文言文是精英的语言，普通人呢读不懂也写不了。白话文打开了门槛，让更多人可以表达，可以质疑，可以论证，这是在为论证文化建立更宽的地基。所以大家看啊，这三件事加在一起呢，新式的教育、公开的论坛、白话文的运动，一套论证文化的基础设施，在民国真的建立起来了一部分。不是口号，是真实的发生过的。如果再给他30年的稳定时间，结果可能完全会不一样。但很可惜，这个窗口开了又关上了。1919年五四运动，1920年军阀混战，1930年抗日战争，1940年国共内战，1949年窗口彻底关上。大家想想啊，一套论证的文化要生长，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啊？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开放的公共空间，需要时间。但中华民国给了这套东西什么呀？30年的战乱，30年里，今天这个城市是你的，明天那个城市又是他的了。今天这份报纸还在出版，明天呢就被查封了。今天这所大学还在上课，明天啊就要迁校逃难了。在这种环境里，论证文化根本就没有机会生根，它只来得及发芽就被战火淹没了。所以到了1949年，中国的推理文化经历了什么呀？秦汉被儒家独大压缩了生存空间，唐宋被困在了寺庙里出不来，明朝被阳明心学带走了方向，大清时期又被寒蝉效应给冻住了，民国时期又被30年的战乱耗尽了所有的一切。每一次都差这么一点，每一次都没能长大。说到这里啊，肯定有朋友会说啊，你看老查你讲了这么多，不正好证明中国就是没有发展出来逻辑学吗？老查的回答是啊，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一套知识体系没有发展成熟，和一个文明有没有这种能力不是同一回事。一个孩子从小学习钢琴，但在他最关键的练习期，先是家里穷买不起，然后又是搬家没地方练，最后呢又是战乱，连学校都关了。然后呢，同时还有人告诉他，弹钢琴啊是很危险的，你最好去做别的事。那30年之后，这个孩子没有成为钢琴家，你能说他天生就没有音乐天赋吗？肯定不能啊。我们只能说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成长条件。东方的推理体系就是这个孩子，他不是没有天赋，不是没有起点，而是每一次刚要长大就被打断了。好，那么如果说刚才那些都是历史，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问题了。从1949年开始说起，老共赢得了内战，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接手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相信很多的朋友关注的呢是经济问题，一穷二白，千疮百孔。也有很多人呢关注的是政治，军阀割据的烂摊子刚刚收拾完，国民党政府呢还在台湾一地鸡毛。但我们今天要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接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文化底子？答案是非常薄。刚才我们也讲了2000年的历史，秦汉的压缩，唐宋的错过，明朝的转向，大清的冻结，民国的战乱，每一次刚要长大就被打断。到了1949年，中国社会里真正受过系统性论证训练的人是极少数的。新式大学培养出来那批人，有的去了台湾，有的留在大陆，但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所以选择了沉默。民国建起来的那一点点公共论坛，什么报纸、杂志、大学里的辩论空间在1949年之后迅速被统一的宣传体系所取代。所以老共从国民党手里拿过的这副牌，在推理文化这个方向上几乎是空的。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是老共面对的外部环境还很糟糕。1949年冷战刚刚开始，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正在全球范围内搞阵营对战，朝鲜战争1950年呢又打起来了。所以老共面对的是需要快速动员，需要高度统一，需要所有人朝着同一个方向使劲。在这种环境下，论证文化就是个麻烦，因为论证文化的本质是允许被质疑，允许你问为什么，允许你说我不同意，允许你提出反驳。但一个需要快速动员的战时系统最不需要的就是有人站出来说，等等，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决策对不对。所以在1949年之后最初的几年，老共压制论证文化有它现实的逻辑，有它现实的需要。这不是为老共辩护这是在解释，在他的约束条件下，这是一个被迫合理的选择。但问题是，这个被迫合理的选择后来变成了什么呢？战争结束了，朝鲜战争1953年停战，内部局势呢也逐渐稳定，威胁也慢慢降低了。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可以慢慢开放论证空间了吧？但没有，不只是没有放开，而是越收越紧。因为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知识分子刚刚开口说话，立刻就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连教科书都变成了毛主席语录。这个时候约束的条件已经改变了，但系统的选择却没有改变。这就说明这个时候他不是被迫的了，这是主动式的选择。那老共为什么要主动选择不让论证文化的生长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但简单不等于不深刻。老查用一句话来说真正的论证文化会产生可替代性。啥意思当一个社会有真正的论证文化，人们开始会问为什么，开始要求理由，开始检验结论，就会发生一件事，有人会论证出现在这套系统可不可以被更好的系统给替代有人呢也会论证出现在这个领导层是不是也可以被更好的领导层给替代，还有人会论证出现在我们走这条路是不是还可以走另一条路。这就叫做可替代性。对一个想要长期执政的权力结构来说，可替代性是最危险的东西，不是枪，不是炸弹，而是一个能够自圆其说的替代方案。因为枪和炸弹你可以用更多的枪和炸弹来对付，但如果是一个逻辑自洽的替代方案，你没有办法用枪来反驳，你只能用另外一套论证来对付它。但如果你的系统从来就没有建立过论证文化，你根本就没有能力打赢这场仗。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要让这场战争发生，把论证的土壤给铲掉，让人们一开始就没有习惯去问为什么。但老共不是直接说我们不允许你们讲逻辑，他用的是一套更聪明的替代方案，他给了人们另一套思维工具，叫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听起来更有逻辑，对吧？有正题，有反题，有合题，有矛盾，有对立，有统一，好像就是在做推理。但我们仔细猜一下就会发现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本质上有一个关键区别。形式逻辑是一个命题，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不能同时又真又假。但辩证法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对立可以统一， A 可以同时是非 A， 这就意味着任何结论都可以辩证的解释成合理的。政策失败了，这是矛盾发展的必然阶段；决策错了，这是走向更高层次统一的过程；人民受苦了，这是历史前进必须付出的代价。你看辩证法在老共的手里变成了一套万能解释工具，它不用来寻找真理，只需要用来为任何既定结论提供事后解释就可以了。这和真正的论证方向完全相反。刚才我们说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论证方法，真正的论证都是要先有证据再得出结论，但辩证法在这里的用法是先有结论再找解释。另外还有第二套工具叫情绪动员。当一个系统失去了为什么的动机，比如说共产主义开始没人信了，那它要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靠民众的情绪，民族复兴、百年屈辱、大国崛起、统一势在必行，这些啊根本不是论证，这些呢只是情绪染料，它不需要你思考，它只需要你感受。你感受到了愤怒，你感受到了自豪，你感受到了威胁，然后呢你就会行动，也不需要问为什么，感受本身就是理由。所以大家看啊，这和我们第一幕讲那些话是不是就接上了？你批评政府就是不爱国，这句话的底层不是逻辑，是情绪，是那个精心培养了几十年的关于身份、关于威胁、关于荣辱的情绪系统。所以老公啊在这个方面不作为的原因啊现在很清楚了，不是他不懂论证文化的价值，而是他非常清楚论证文化一旦建立，第一个被论证掉的可能呢就是他自己，所以他要用辩证法替代逻辑，用情绪动员替代理性讨论，用寒蝉效应替代了公开辩论。这不是愚蠢啊，这是非常精准的系统性选择。那么现在我们有了足够的背景，我们啊要面对一个更少人关心的问题了。所以说到底是中国的文化同化了老共，还是老共锁死了中国文化呢？还是说两者相互成就？老查啊在这里啊给大家总结了3个模型，我不是让大家选一个啊，而是让大家清楚啊这3个模型各自能解释什么，还有哪些是他们各自解释不了的地方。第一个模型是文化底盘决定论，这个模型是说啊中国的传统文化同化了老共。逻辑呢是这样的啊，中国文明几千年来一直是更强调秩序，更强调关系，更强调不破局、不撕裂、不失序。这不是老共发明的，这是文化底盘。在这个底盘上，西方那种对抗式的论证文化呢本来就很难生根，因为对抗式的论证意味着你要公开质疑对方，你要把对方的推理给拆穿，你要在众人面前说你错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但在一个强调关系和秩序的文化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破坏秩序，不是因为有人禁止，而是因为文化底层就不鼓励这样做。所以这个模型是说啊，老共呢不过是继承了这个底盘，顺水推舟，把文化里本来就有的倾向放大了而已。而且请注意啊，这个过程的代价是老共他自己啊，他自己都不再是共产主义的模样了。所以啊，被文化底盘同化的不只是人民，连党本身都跑不了。那这个模型能解释什么呢？它能解释为什么论证文化在中国从来都很难生长，不只是老共的时代，宋朝、明朝、大清都是一样。但这个模型也同时有一个解释不了的地方，它解释不了中华民国时期。民国那30年，在同样的文化底盘上，论证文化差点就长起来了。而且啊，民国政府去了台湾之后，也确实把论证文化慢慢给搞起来了。但这里呢，老查呢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台湾今天的大多数人确实可以思辨，可以论证，但其实台湾网络上的喷手们啊，他们的话术和说法和大陆的所谓无逻辑几乎如出一辙。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文化底盘啊不会因为政治制度改变就会自动消失的，它是更深层的东西，渗透在语言里，渗透在习惯里，渗透在每一个人遇到威胁时本能启动的反应里。所以文化底盘虽然不是全部答案，但它的影响远比我们以为的更深更久。我们再看第二个模型啊，权力结构主动塑形论。这个模型是说啊，是老共主动锁死了文化。逻辑是这样的，老共通过教育系统，通过媒体控制，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主动的系统的压制了论证能力的升级。它不是文化底盘的问题，是权力结构的主动干预。证据呢也很清楚，1957年的反右打掉了知识分子开口说话的勇气，文化大革命连教育系统本身都摧毁了，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是放开了，但论证空间始终没有放开。这个模型能解释什么呢？能解释为什么老共执政之后论证文化的压制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系统更彻底。但这个模型呢也有一个解释不了的地方，它解释不了为什么人民会配合。一个权力的结构它再强大，也不可能同时强迫10几亿人全部放弃掉自己的思维能力。如果文化底盘没有提供土壤，这种压制也不会这么有效。所以权力的结构啊也不是全部答案。当然这里呢我们要排除掉那些他主动选择了西方文化，然后呢逃离中国那个环境的人。之前的节目里啊我们呢也统计过，海外呢大概有几千万的华人，当然了这几千万的华人里面呢肯定也有很多离线爱国的人士们。第3个模型呢叫共振放大器，这个呢是老查用动机系统论拆出的第3个模型，也是老查我自己认为啊最接近真实的一个。他说的是文化底盘和权力结构是2个相互强化的系统。文化底盘提供了促使条件，秩序优先，关系优先，不鼓励公开对抗式的论证。然后呢，权力结构发现了这个条件，利用它，放大它，把它变成一套更系统的压制机制。这套压制机制反过来呢，又进一步塑造文化，
让下一代人更加不习惯论证，更加依赖情绪和权威。然后呢，这个被塑造过的文化又为权力结构提供了更肥沃的土壤，然后权力结构再一次把它放大。这就是一个正反馈循环，不是谁决定谁，而是两个系统在互相喂养，互相强化，越转越紧。老查打一个比方啊，木材本来就容易燃烧，这是它的底层属性，但光有木材就不一定能生火，还需要有风，权力结构就是那阵风。今天这场火既不能只怪木材，也不能只怪风，是木材遇上了风起了火，两者的共振才烧成今天的这个样子。那这个共振最后烧出了什么呢？老查给大家看3张快照，不需要精确的年份，大家呢自己应该能对得上。3个标签，第一个是以前，大概是改革开放之后的那20-30年，西方有钱啊，西方都是对的，西方是爹是天是地，港澳台老板好帅好威风。第二个标签是昨天，也就是大概2010年之后，中国的 GDP 全球第2，东方有钱了，西方全是错的，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香港那都是境外势力叛乱，台湾岛国小民井底之蛙，迟早端掉你。第3个标签是今天，大概也就是这几年经济不行，大家都没钱了，于是呢，美国变成了斩杀线，三通一达，国内满清是遗毒，黄汉是祖宗，不惜要下跪。所以大家看啊，这3张快照里论证在哪里啊？没有，有的只是情绪，随着利益的分项一次又一次的翻转。这些人天生坏或者蠢吗？我看未必。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套可以独立思考的工具，文化底盘里断了，权力的结构也没给。这2个系统啊，共振了几十年，烧出来的就是今天这个大混战的场面。所以到底应该是谁为这个局面买单呢？这个问题啊，今天就超纲了。而且呢，这也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老查想说一件事，共振放大器它不是死局，正反馈循环可以被打断。如果你想改变文化底盘，哪怕只是一点点，然后呢再接着被权力结构放大，就会是不同的东西。如果你能改变权力结构，哪怕也只是一点点，文化底盘所受到的塑造也会开始往不同的方向去走，两端都可以介入，两端都可以改变，只是都不容易。但有一件事比改变权力结构更容易，也比改变文化底盘更容易，那就是我们自己。西方的方法也好，东方的方法也罢，我们不要做叙事的奴隶，不让别人替我们定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不让情绪来替我们完成本来应该由我们自己所做的思考。好，今天我们说了很多啊，从开头那些网络对话，到亚里士多德，到墨家，到英明学，到明朝的阳明心学，到大清的寒蝉效应，到民国差点成功的那扇窗，到老共主动选择不作为，到最后的这3个模型。老查呢最后想说一句话，这集我们真正要猜的从来不是中国人有没有逻辑，那个问题啊就问错了。真正的问题是一套本来可以生长的东西是怎么一次又一次被打断的。打断它的有文化，有权力，有历史，有战乱，但最终打断它最彻底的是文化底盘加权力结构，这2个系统找到了彼此，然后开始共振。你今天刷到这条视频，能坐下来看完这期节目，愿意用这几十分钟认真想这个问题，这本身就已经是在对抗这个共振了。下一期可 X 的中国人系列节目呢，会和老查的另一个档节目啊，革命党的墨石过河呢，做一个小的联动。我们会深度研究一个出身西欧、叱咤上个世纪半个地球的政治新秀是怎么进了中国之后，今天啊，就像当年的蒙古大军大清铁骑一样，最后变成了国家吉祥物的。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墨石过河，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